如果9烧的确很惊人，那但是是不是9烧呢？这个我个人保留这个态度。我觉得啦，这是一个军备竞赛的一个号角响起，然后要让解放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中国人绝对不会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无法测知解放军到底要造几艘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打击群的规模来推知它大概有几艘航空母舰。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尤其在水上哦，谈到解放军的威胁，刚刚特别提到了嘛，美国他寄出了他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五角大厦特别提到，我们要今天关心有关于大陆的航母，因为美方是这样说的，预估了做了一个战力分析，2035年大陆的航空母舰数量将会达到9艘，代表说，中国海军现在正在以非常超越预期的速度追赶上了美国用70年累积的一个海权的优势吗？缩小和美军目前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差距。但是呢，在此刻也有人出来酸哦，这是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他这样说的。他说，虽然大陆持续扩大他的航母舰队，这是一个大事，没错啦。但是呢，也未必代表说他到2035年有9艘航母都能够真的发挥它的实战力。针对这样子的言论，不知道舰长怎么看？另外，大陆在10年内这边说航母舰队会来到9艘，如果成真，会改写印太海军势力的版图吗？你怎么看？如果9烧的确很惊人，那但是是不是9烧呢？这个我个人保留这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啦，这是一个军备竞赛的一个号角响起，然后要让解放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中国人绝对不会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无法测知解放军到底要造几艘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打击群的规模来推知它大概有几艘航空母舰。为什么？我们现在来看每一次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出来的时候，都会出现的标准就是055的万吨驱逐舰，因为这个055万吨驱逐舰的本身，它除了有高功率微波、有米波雷达可以反逆中载具之外，另外它有那个上百座的垂直发射系统，它就是一艘标准的防空指挥舰。那如果现在来看，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一艘唯一的一艘还没成军啊，加一加也不过9艘嘛。那如果9艘，大家觉得这刚好错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也经常的发现055万吨驱逐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就是他们的除了我们讲到说给提供给打击群之外，另外他还要维修他还要训练所以我们这样看绝对不可能是9艘。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他055还会继续做的确是因为它055第3批，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实际的状况。根据中国的国防预算，他们是在2027年之前要交付12艘的动555战舰这中国他们国防部的内部规定。对，那但是呢，那12艘的话，那到目前为止也只差3艘嘛。那只差3艘，其实数量不大，12艘它9艘，那剩下3艘，难道是北部战区、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各1艘吗？也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个9艘其实也就是鼓励中国赶快发展。另外有一个部分，大家有发现吗？也就是大连舰体学院并没有扩大招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人从哪里来？我们不要一直讲军舰。军舰是硬体，真正重要的是软体的人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个人研判，这个有关于9艘那一点机会都没有，不是中国大陆没有能力，只是他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呢，他会继续的造，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福建舰只是电磁弹射的第1艘，那它还会再进行改进。那另外等一会儿会讲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核动力的部分。核动力的部分现在正在大连造船厂在做那这个在大连造船厂呢，其实大家都认为在大连造船厂这个部分其实好像是一个假消息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照片非常多，
但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什么时候为什么货柜轮要使用核动力？货柜轮为什么要使用核动力？其实没有道理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例如说这个中国大陆它的一个输往欧洲的这一些电动车，它自己用的是双动力，也就是它使用的是 LNG 跟那个一般传统动力两种辅助使用。可是为什么要用核动力？因为核动力就是一个试验的载台，因为它用的是土反应器。土反应器也就是现在大家认为最可能装上航空母舰的。那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的照片来讲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来讲，大连那一艘应该已经坐实就是核动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那它还要测试啊。我们讲到说这个测试的期程，其实虽然它在这个我们讲到说货柜船上面已经测试过了，可是放到军舰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还要搭配的是中压直流系统，然后一起来做那个测试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9艘断无可能，但是数量绝对不是现在的3艘或者是4艘而已。好，诚如这个舰长帮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航母的数量，我们在讨论之外，还有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就是航母它未来这个核动力航母未来的心脏核反应炉可能会使用哪一种？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正在研发的就是这种土基熔岩反应炉，它有一些现在说是比较可能去使用这一款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效率高，然后它的重量体积比较小，节省的吨位还可以把它改作为是设备啊舰载机，在这边可以提升它的综合作战能力。那当然也有过去比较传统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直接用优先移植093型核潜舰上面成熟的技术压水反应堆，哪一个比较有可能？也要请教委员。应该还是压水反应堆啦。因为以目前空中照片拍到的2座反应炉的尺寸蛮大的，应该还是核反应堆的一个尺寸啊。那第二个啦，所有的航母啊都是2座核反应炉，如果是的话，潜水艇也是啊，潜水艇1座，潜水艇1座，这航母一定有2座，因为潜水艇的任务没有像航母那么复杂，航母要提供动力、提供电力，对啊，而且还有5000个人在生活，对，它那个容量这个要非常的大，对，而且有的时候要维修的时候不能整个停机啊，所以至少都要有一个反应炉能够动。还有个重水的，还有个重水传统的重油的，比现在比较少，对，航母没有用哈。那这个压水式的反应堆它基本上就是用高压把冷却水弄到那个核反应炉的周遭，把热带走，所以核反应炉的热度啦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上面，然后带走了以后变成高压蒸汽，高压蒸汽就来推动这个涡轮啊，让这个整个核动力啊可以进行。但是如果是土基熔岩堆的话，它的冷却啊是熔岩。它的冷却剂啊，不是高压液态水，1700度的盐呐，就是把盐液化，超高温，对，1700度液态的盐，液态的熔岩，但不是一般我们吃的熔对，岩，不是，更精化了，更精化，不是我们吃的盐，但是是盐卤没错，是盐卤没错，那不是我们吃的盐哈。那因为它的稳定度比较高，而且土基比较便宜啊，因为它用土是用多少？用土好像用那土232啊。然后，如果是这个压水反应的话，它用的是铀235，那土232因为取得比较方便，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用的是熔岩来冷却，它会产生一个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为什么？因为盐是会附属所有的材料的，而且管线又很复杂，所以它的故障率会非常高。所以到今天一直都在研究，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商转，就是材料科学还找不到一种说我放在这边的时候，它的零组件损坏率可以低一点的，到目前没有就是包括大陆已经做出了这些土基熔岩这样的反应堆，但基本上目前为止它只是比这个欧美国家做的这个时间寿命来得长一点，但是还没有到的。可以你在海上耀武扬威的地步，因为海上的盐分更高嘛，你里面有盐分，外面有盐分，那个维修起来是一个负担很重。你总不能说航空母舰要出去作战了，一面作战一面维修，这个对
这个航空母舰的指挥作战人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哈。那我们这所以得到个结论，说洞4应该是双核反应炉。OK， 因为美国所有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全部都是这个双反应炉。那第二个，我们觉得以目前来讲土基熔岩堆太先进了，摆上去不够适用，所以还是用传统一点的，比较可靠。好，这边一边是看到了美国看到了中国大陆航母快速的建造，那另外一边呢，美国当然也是持续的踩下油门，所以他最新也宣布了他自己的这个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呢2号舰甘乃迪号会提前也就是明年初的时候就会展开首次的海试了。但是眼前确实它有一些残酷的事实，就是说甘乃迪号其实原本是2018年要交付，到现在其实呢它已经就这样一整拖了7年的时间，最新的一个进程，它是到2027年3月才能正式的来做交付。那它确实战力也非常的好，现在的问题其实只是说它到底能不能这么快速的造出来。它的战力包括它可以操作 F-35C， 还有未来可以搭配它的黄鲷鱼作战半径，还有它的控海制空能力都可以因此大幅提升。宽哥怎么看？我们现在谈两边的硬伤现在中国航母的硬伤，各位硬伤就是很简单，它吃油。航空母舰吃的油特别复杂，飞机要用油，它要用航空用油，航空用油，海军的跟空军的又不一样然后呢，需要重油推动引擎然后各位还要发电机，所以还需要发电柴油，所以上面呢很大的空间全部都在装油了。美国的硬伤是什么呢？来跟各位谈11月17号，美国你可以说它叫国防部，也可以说它叫战争部，部长叫赫格塞斯。赫格塞斯在对全美国的国防供应商的时候，直接说，他说了什么呢？这次说的可是重话。他说我们美国已经欠了北约、日本、韩国、台湾跟澳洲等等太多的军备无法交付。目前包括了飞机、包括了雷达跟相关的一个飞弹等等，我们的进度是严重的落后。所以如何加强美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所以这时候各位硬伤就出来了。还记得今年出来的那个数字吗？中国的造船的一个速度是美国造船的速度，各位不是10倍。不是100倍，是232倍。目前中国包括了中船、大连、江南、沪东、扬子江、外高桥等等，制造了全世界高达70%的一个商船。可是各位，它是以强大的钢铁去作为制造的一个能量，加上有很强的轮机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看的就是说，那美国这个时候要怎么追？因为美国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伤，其实各位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其实目前包括了伯克级跟神盾级都已经30年了。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说，哎呀，从明年开始过去美国的总统是要回天家之后用一艘航空母舰用它来取名的，川普直接说我要更弄一个川普级，对，那我一个川普级呢，各位要35000吨，要 SPY 6型的，等等的开的号码非常非常大。那为什么这么大呢？其实川普也急，可是川普急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因为他把日本的他把韩国的韩华造船直接引到了美国费城的海军园区，那个海军园区很大美国的包括圣地亚哥的海军园区、费城的海军园区等等，那个都非常非常大。那为什么呢？他们就是说，我们美国人造不出来，我们请韩国人来造，看这个能不能突破。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呢，双方开始在做整个军武了。但其实呢，刚才我们2位先进其实也都应该了解各位，你们知道苏联怎么瓦解的吗？苏联就是跟美国那时候在拼太空竞赛的时候，后面导致于经济的一个崩解，所以后面才列解为15个国。所以今天呢，包括了俄乌战争等等，这个都是过去引下来的。所以重点是在于说，双方有多少的制造能力，双方有多少的资本，双方有多少的一个能力。但回头去说现在美国急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他们其实无论是在无人机，无论是在战舰，无论是在飞弹，很多人都想说飞弹的制造怎么制造？其实飞弹的制造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例如说5金件，这个是非常难以制造的。而可是现在中国的无人机我根据我个人所看到的，无论是商用的或者是类军用的，各位他们都已经是关灯工厂了。关灯工厂是什么意思呢？包括了机械手背，包括了雷射的定点，包括了大规模的一个产线，都有办法开始来使用。所以就现在来说，为什么美国急？因为美国急的过程当中，美国发现，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制造能力是全世界的40%，可是今天美国的制造能力只有全世界的12%，而美国的物价又这么高，又缺工，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下水饺的战术、战机跟战舰，他们看了，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到美国的制造是跟不上的。好，
好，观众朋友，今天军事上消息，赶快大家来看到的是福建舰现在呢说硬闯了台海哦，那。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前舰战斧也亮相了。另外，还会来看到朱瓦特则是剑指中国大陆。好，最新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大陆的第3艘的航空母舰福建舰通过了台海，目的是要到南海这边来进行科研的训练任务。就在前一天，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省早就已经有动作了，在福建舰在钓鱼台西北大约200公里的东海这边现身之后，就和现代级的飞弹驱逐舰吕阳2级的飞弹驱逐舰编队一起来做航行了。我们先来关心在福建舰成军之前，能够接连穿越几个地方，从钓鱼台到台海，最后到南海，北京的政治讯号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会来关心93阅兵刚结束嘛，福建舰成军能不能跟他一起来看？包括了在93阅兵上面，我们看到了海陆空的战略，现在是特别来强调在海上面的战力吗？那岳老师怎么看？这个阅兵还没结束哈，阅兵的话呢，在这个现场看到阅兵的话，看到天上的，看到地上的，海上的就没看到。那现在的话呢，福建舰这里面情况下，我这边强调一下，这个沿着这个路线原来的这个山东舰的话呢，也是经过台湾海峡以后，到了南海就开始正式服役。第9次海测以后呢，这个也就是要准备它的政治信号的话呢，就是阅兵还没有结束。这个大家都知道，阅兵的话，岳老师刚从阅兵看回来，对，我很有感慨，我也蛮兴奋的就是说是这个福建舰为什么强大电磁弹射快速就是非常快速，因为现在这个航空母舰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北京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呢？北京释放的一个讯号就是说，阅兵之后的话，我们开始照顾我们的核心利益。北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不瞒大家说，就是这里。北京的核心中的核心，红线中的核心的话，不单是台海，就是台湾所以说呢，这个台湾这个事情以后会挂在嘴里。今天的话呢，就是海克赛斯遇到董军然后这个贝森特遇到了这个何立峰然后这个王毅遇到这个卢比欧，他们讲的都会是台湾所以说这个的话呢，看得非常明白。93就要阅兵，但是其实都是目的是在于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促进统一大业。那么当然讲的就是台湾。那另外的话呢，最重要的是，现在是不是轮到海军要展示国力了？确实就是如此。对航空母舰，而且它只是第3，大陆目前规划有6艘，第4、第5艘正在盖大连那边跟上海。所以说从这边角度来讲的话，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是那个舰载机或者比如说是那个歼35有出现嘛，大致上也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里面的国力的展示会持续下去的。好，93阅兵之后，特别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现在秀出来的就是大陆方面要秀出的海上的战力了。但是其实呢，在福建舰正式的来到台海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早就也开始已经有动作了。我们首先要来看到是美国，它派出它的2害2级的核潜舰，已经出现在菲律宾海这边进行的是战斗的侦察。那它是美国的改装的第4艘巡弋飞弹的核潜舰之一，能够携带154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射程2800公里，这当然了，是对航母来说具有巨大的威胁。除了美国之外，我们看到日本则是派出它的 P3C 的反潜舰，也紧盯福建舰。等于说全程的来做监测，大家也在看说，美日到底是希望收集到福建舰什么样子的参数呢？那美国这次特地让它的2害2级这个2害2号亮相，是想要暗示中国大陆美军未来也可能用潜舰来威胁你吗？厉将军怎么解读？其实很简单啦，美国会用2害2这个核潜舰，它是攻击型潜舰，它不是战略级潜舰。潜舰大概分为2种，一种是打洲际导弹的叫做战略级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发射鱼雷或者是战斧巡弋导弹那叫做这个攻击型潜舰。那解放军也是如此。解放军的话，094跟096，它发射的是巨浪2或者巨浪3，那是洲际战略飞弹，发射的是核导弹。那它的单数就是093跟可能会成军的095传统的动力叫039C 这种单数的它是攻击型潜舰。那这个为什么我说美军这个时候突然展示它2害2级的这种核潜舰是认输了呢？因为它水面战舰它不敢出来。是这样。如果这很明显这个我们
因为我今天不是因为这个我讲的，因为之前那美军有一个核潜舰的舰长，他就曾经讲过，将来这个要对付大陆，他要派出多少艘的核子攻击潜舰就可以攻击大陆，但他忘了一件事情，潜舰确实是具有攻击力是很强，没错。但是关键是说，潜舰不能遂行登陆作战，不能遂行地面作战。那潜舰当然在海底下有很好的生存战力，比水面战舰来得多哈。可是这个你有这种海底，你躲在水里面，你也没办法攻击嘛。那我们看出来，如果说是这个美军这时候这个在秀它的核潜舰，是不是代表它的水面战舰已经认输了，不再是中国的对手，它必须要退出第二岛链之外？因为我们这次看到93阅兵这个解放军所展示出来的各型的陆对舰或空对舰，甚至于舰对舰的导弹，那个密集度啊、数量啊、这个型号之多啊，我确实是认为是震慑到美国，所以他们现在改成我用水下来对付你。那第二个，你看他为什么在陆战队？你潜舰就潜舰吧，你带什么陆战队？是配合他的所谓滨海作战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他用潜舰将这些陆战队员放出来以后，到其中一个无人岛上面去部署反舰或者是防空的导弹，想要借此来封锁中国大陆。但是关键在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你看看，这只是橡皮艇，那一颗导弹多大，一颗飞弹多大？然后这阿兵哥要不要子弹？要不要带着基本的自卫用的防卫的弹药？要不要带着油料？你这个导弹你总要发电吧，对不对？那甚至于说你后面吃饭的大米，对不对？你也要带，那是很重的。那你一艘橡皮艇，你认为它能够带多少？用潜舰运出来，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他会用到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也是代表美国第二个无奈哈。为什么他之前想要用这个叫滨海作战舰，但是这款军舰做出来服役不到10年，他们美国自己就把它淘汰了。为什么？他发现说是本来想设计这款战舰做滨海战斗舰，但是发现说这个处处想要用，就处处都不能用，完全不能够结合实战。后来他想到一个方法来销售这个滨海战斗舰，说卖给我们台湾结果我们台湾说我们也不要这个。你看这条滨海作战舰设计有多委屈，连我们台湾都敢勇敢的跟美国说我们不要，因为这真的是没办法，也不实用，不结合战场的实况，所以他很无可奈何，只能用潜舰来运送这些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来遂行他所谓的滨海作战。但是我觉得从中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的一种无奈。当然这次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讯息，他们到南海去，然后这个福建舰也部署在三亚，我觉得南海会是将来中美这个博弈或军事上斗争，除了说是这个台湾海峡之外，南海也一定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战略要域，重要的一个战略海域。好，中美现在在这边第一岛链，尤其是关心我们看到的是台海跟整个南海的布局都各自派了，不管是福建舰或者是这个美国的潜舰。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另外一方面也把它的是隐形型的这个驱逐舰给放在关岛，这个同样也是最新消息是在9月8号，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美国它现在派出的是朱瓦特级的飞弹驱逐舰朱姆沃特号停在关岛，正式的等于它部署了它的第7舰队。那其实这个朱姆特号，它具有海上幽灵的称号，是美国最大的隐形驱逐舰。它的优势包括它的雷达回波可以降低50倍，还能够从160公里外来开火。未来等一下会请张将军来帮我们看它可以搭载这种极音速的武器，被定位为未来美国最尖端的斩首舰。目前是只有3艘而已。那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它这个进驻到关岛的阿普纳海军基地，就是它的军港。我认为这个就单个来看，动555的大区跟这个我们叫朱瓦特号的这个有点逆中性质的飞弹驱逐舰来看的话，我认为旗鼓相当。因为055它是112个发射单元，那这一个朱瓦特它是有80个，因为它20乘以4，它每一组是4个，就是80个。我认为旗鼓相当这个。那在这来看的话，就整体战略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个朱瓦特级的飞弹驱逐舰，它可能会屈居下风。你要从很多方面来看，因为现在打仗不是从
这个单打独斗。我们第一个看他部署，第一个他是小兵力调动，小兵力调动兵力就单薄。你说他大兵力，美国大兵力过来进入这个阿普拉海军基地，这个表示说他是个集成战力、合成战力、合成打击，他单个啊过来啊。第二个没有看到大量的空中作战兵力耶，今天海军如果没有大量空中做掩护，他在暴露在空优或者是制空作战优势的这个一方，他会吃亏，因为敌方拿空优来制衡。第三个来看伏地有限，因为美军现在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个地方的部署，它的伏地相对有限了，没有像以前，因为以前的话是军力上这个射程有限，战机航程有限，火力也是距离有限，就还可以。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都是远程，都是精准。那你这样的话，美国这方面的优势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来看呢？这个朱瓦特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中共的饱和攻击，因为中国大陆有地缘优势，就在我边边。你这边我们每一个点名来打，我最后饱和攻击，我这无人机就过去了。无人机对你做侦察，无人机察打一体，它可以侦察你，也可以打你哦，察打一体哦。再加上如果自察无人机蜂群攻击，你光这个无人机你就应付不过来了。何况中共，我们这次看93阅兵的话，这个包括空射式的鹰击系列的，你现在空射的时候，鹰击15跟鹰击21，那过来了，拿空中来打你呢，用鹰击15跟鹰击20来打你，你怎么办？你怎么跑？第二个，它也可以做箭射的，鹰击17。鹰击腰拐跟鹰击2洞是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那鹰击来打你，海上也可以打你。另外一个，它的中共也有鹰击19，鹰击是潜射嘞，从潜艇里面发射反舰飞弹的。你3个你怎么去招架？有空中的，有水面的，还有水下的。另外不要忘了，中共如果下面伏击的核子动力或者是传统动力的攻击潜舰在下面伏击。那你怎么办？你的朱瓦特你怎么样？空中、水面、水下都是这种饱和攻击，我认为会陷朱瓦特于不利。所以而且它只有3艘，幺洞动，还有幺洞动幺，还有幺洞动2，幺洞动2还没有完全战备，到现在真正可以作战的只有2艘。所以他认为在这一方面的话，美军在这块数量上是吃亏的，然后战术战法跟地缘战略上它也是吃亏的，还有3度空间的对它的压力。美军也是吃亏的，他有3个吃亏，所以会对他来讲是比较不利。好，特别来关心中日关系还有这个包括在美国之内的等等的关系。我们来看到台湾有事将会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来自于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这说法一出是引发了中日外交战的全面引爆。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由这个高市早苗的一些作为跟他的言论，看起来是不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危机再现呢？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系。确实可以感受到中日的关系最近剑拔弩张，这一把火主要就是由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所烧起的。7号的时候，他在回答质询时是这样说的：如果台湾有事，伴随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是有可能构成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的事态的。这话一出成为被视为是首位对台海有事明确表态的日本的现任首相，立刻引发了北京的怒火。北京怎么做回复？我们要看到2位。首先这一位是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一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斩掉。这话说得很强硬另外一位是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说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这种涉台错误的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强烈的抗议，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挑衅的行为，并且他在接受记者会，在记者问到有关于高市的事情的时候，他还说问这个高市说，你到底是想要台独势力向他们发出何种讯号？是要挑战中方的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吗？你想要把中日关系带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去？那么高市他其实也做了一个回应他特别讲到说，针对这些发言是符合政府的见解的，他不会做撤回。现在看起来中日关系已经烧到最高点了，为何这个高市要不惜杠上中国战狼，也要硬撑到底？汉庭怎么看？第一个最简单的当然是转移内部的焦点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让日本的经济规模10年之内翻倍，他要透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啦、货币宽松啦。但现实的状况呢，日本的债务高涨已经超过 GDP 的250%，位居全球的前列。他如果继续举债撒钱的话，那
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财政平衡，大概只会离崩溃更近。同时，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今年10月，公民党呢也退出了跟自民党的执政联盟，所以高市早苗呢，他已经失去了在众议院的稳居多数，政权岌岌可危。在这个局面之下，他当然会需要一些破局的举动，是啥呢？那就是来谈一谈台湾问题，对吧？那就是转移国内经济颓势的一个替罪羔羊啦，台湾嘛真可怜。所以日本当前的经济困境堪称是3高2低，债务占 GDP 的比例创新高，通胀率呢超过3%，老龄化超过30%，而 GDP 的增长大概只有0.8%，贸易顺差连续5年是负的。所以高市早苗他就把苗头转向了中国大陆。既能够符合自己保守派的选民，也能够为失败的经济政策来做开脱。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他个人的政治向往跟政治定位和野心的企图了。因为毕竟呢，他是符合整个右翼的政治立场和战略野心。因为他的这个政策倾向性来看，本来就是要推动安保策略的转向，甚至呢试水军事解禁。这一直都是自民党跟维新联盟长期的重要目标跟主张。所以长期来看，日本的极右翼，他当然是希望能够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这个束缚跟框架，那来实现他修宪扩军和所谓国家正常化作为一个终极梦想。那高市也知道，就如果没有一个足以颠覆传统的认知，所谓外部重大威胁出现，那我的修宪就会缺乏急迫性跟合法性嘛。所以他上台之后呢，就是大搞这种激进的姿态，放大中国大陆的威胁，在民众营造一种你看战争迫在眉睫啊，那我就可以为修改宪法增加更多的民意基础。所以现在他一方面也寻求要大幅增加防卫的预算，一方面呢就把台湾问题跟日本呢来挂上钩。这些它不是单纯的激进的发言，更是高市早苗精心设计的政策铺垫。一方面呢稳住自己的弱势政权，一方面也为扩充军备备路。好，这一回这个高市的激进的言论被视为是这个为了政治选票上面的考量，不过也有从其他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最近有很多军事上面的动作，也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军事主义的复辟，等一下会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那我们先来看到说，这个高市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是川普给他的呢？毕竟10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川普不是访问日本吗？这2位呢互动非常的好，那么川普还大赞说美日2国我们是最强的盟友。还跟高市说呢，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美国我们都会在那里。这个话才说完1个月，怎么这个川普立刻态度大转向了呢？我们要来看到，在记者被问到这个中日的外交风暴问川普的时候，没有想到川普是冷酸这是最新消息。他说，很多盟友也不能说是朋友，他们占我们便宜的程度是超越中国的。为什么川普态度又大转弯了？高市会成为川普外交弃子吗？这有点讽刺哦。干哥怎么看？因为你得罪的是中国。你要我川普表态的话，我就不能表态，很简单。为什么？老实讲一句，高市他本来就是一个右翼倾向的首相，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高市也是很少数上任之后，大家知道日本首相上下我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他的自卫权的扩张，没有像高市这个人讲得这么清楚过，所以他的意向是必须要让日本的那个自卫权能够真的合法化，能够扩张。那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在日本周边海域的这些日本自卫队的活动呢，他基本上他都是非常赞成跟支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老实讲一句，他今天提到这个汉庭刚才讲的很对啊，他必须要转移这个焦点啊，不然的话，你说他今天，他的债务高筑然后你现在还要再扩增一样的军费吗？对，他必须要再扩增。你知道 F-35已经订到了60架了，然后已经到货35架了，然后韩国呢也跟他差不多，所以你就晓得说，日本他现在对，然后日本还要造更大的神盾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那让他能够去遂行这些东西。那你就看到了，他说这个叫做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就是存亡危机。如果说我们今天遭遇到存亡危机的话，有可能构成日本他必须因为事态严重，行使集体自卫权，
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有事，那你这样子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所以为什么薛健，也就是驻大阪总领事，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整个中国外交部没有讲一句，没有评论，也没有安抚日本。照理讲，你应该说我们的外交官可能失言了，没有，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对，这个话不是薛健自己讲出来的，是被同意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不能用外交部的立场来讲啊，那还得了？那不是两国不就陷入谷底吗？对，那所以应该要由官员来讲这个话之后，他没有召回，那个就是说他没有对于自己的内部没有任何的处罚或者是告诫。那日本说，那这个人应该驱逐出境，日本你也不敢，你敢把薛健驱逐出境吗？你也不敢这样做，为什么？那就真的要跟中国官方对抗。高市早苗没有那么蠢。那现在再来讲到川普，川普上个月才在横须贺港跟高市早苗一起在航空母舰上面对于水兵讲话，就说高市早苗真的非常了不起啊，成为第一任的女首相啊。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共同朋友谁呀？安倍晋三。你看，安倍晋三5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也款待他，然后他也款待我到日本来，所以我们两个共同朋友就是安倍晋三。所以高市早苗一听就说好，我马上送安倍晋三的球杆给你哇！川普就觉得说，你真是很会做人。那好，可是才1个月前，两个人如胶似漆，因为大家知道高市早苗的英文非常流利，不需要翻译的，所以这造成他跟川普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很顺畅。可是还不到1个月，为什么川普既然今天接受记者的访问，说，你看那个薛健的事情，总统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没有啦，我跟你讲啊，很多朋友也不见得是真的朋友啦，因为有时候他会占我们的便宜啊，比中国还要厉害。你讲的不就是日本吗？对，意思是什么？对于这一件外交风波，也就是薛健所讲的话所引发的外交风波，川普不想管，对，他不想涉入这样子的风波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商人呢。有利的时候他会进来，没有利益的时候他就4两拨千斤，他就转头就走掉。所以接下来高市早苗有那么好过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好，这样看起来，从川普的言论，好像高市有点像是被川普捅了一刀哦。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如果从军事上面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最近日本的种种动作，还有这个高市的种种动作，有一点点像是这个日本军事主义的复辟吗？等一下，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美日最近的军事动作真的很多，大家记得吗？9月份美日才刚结束这个叫做坚毅之龙的联合军演，美军本来要撤走它的这个提风飞弹在这个延国基地的，但是后来不但没有撤走之外，还变成常驻，这引发了中俄的抗议。除了在这个提风有在日本美军有设之外，还有在菲律宾同样都在做部署。所以射程我们从地图来上面特别做解读哦，下面这一圈是菲律宾，那上面就是在日本，他们射程是可以涵盖到北京、上海，甚至是俄罗斯的海参崴的。再加上高市又有这么激进的言论，触动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敏感神经，好像都是来威胁中国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有军事主义复辟的现象？日本会不会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个大刀？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先解读一下这个高市早苗讲那句话，因为我们听的都是一些外交辞令那我想说，我用军语来做大白话的军语大白话说明。高市早苗讲这话就是，你中国大陆如果说对台湾动手来讲的话，我就主动打你，就这么简单就做源头打击。那他有什么武器可以做源头打击？大家不要以为日本这个在外面骗人说他是只有和平宪法，全部都是自卫队好，这几天许多的观众朋友都很关心一件事情呢，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飘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论调，掀起了现在国际媒体所有人的关注。那么美中的领导人也马上打了一通电话，我们看到这次是习近平主席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并且在通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希望不管是美方也好，或是日方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自己的明确的一个表态。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海事这个新闻网站的 Maritime Exclusive， 它一个报道就指出呢，直到今年的10月，其实在中共这边的
高层啊，也做了很多的风吹草动，包含中共解放军有4位4星将领，他们被免职了。那其中呢，不乏曾经在东部战区的这个前线指挥官，可以说是这些东部战区的将领们，他们就是万一啊，这个中国沿海，不管是对台海、对日本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就是第一线的执行者。那习近平一边强调台湾回归的论述，那另一边是大规模的清洗这些东部战区的将领，这是在清除军中的贪腐吗？表面上好像是，但更多人解读会不会是说，因为东部战区很多人嘛，有鸽派有鹰派嘛，现在就是要把鸽派的人全部扫荡掉，派出鹰派，派出战狼派，派出想把台湾这块肉叼回来最积极的这群人，让中国高层夙愿已久的，我们说2027年进攻台海。统一大业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在做准备了，是这样吗？尚志哥，其实我们在看有关于2027年的这个全世界，包括很多的这种军事的智库，大家会直指2027年，其实有好多原因。那这个原因不乏，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习近平在2022年当时是第三任哈，所以到2027年是第4任，这是第一个，他权力的延续，这第一个。再来的话就是中共的解放军的整体的军备，包括第6代战机，包括我们讲航空母舰的第4、第5的话，大概都在2027年能够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成军。这第2个，第3个都提到说中美的军备这件事情，到2027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总体赢过美国是会更完整哈，所以以及第4个我们在思考的其实就是什么？是中国大陆内部本身，包括经济或各方面的稳定性，已经可以承担一旦要攻击，我们刚才讲应该叫武统台湾的时候呢，如果国际制裁各方面，中国内部的经济体制是可以挺得过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准备好。那么多当中，到底哪一个原因？其实国际当中其实都关注的，或者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上的经验角色是什么？就是要确定你所有的部分最关键的将领有没有2星。所以其实我自己在两岸当中这30年来，在过去一些产官学啊，在思考两岸最危险的一个观察指标，就是一旦大规模的在清洗军中的，尤其是最高阶的人士。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当中朝代的更迭，一旦如果没有，因为涉及到军力的变动，整个中国的国土里头就有很多的区域的部分战争，于是就诸侯割据，就一旦打仗诸侯割据，在近代的时候也叫民国好不容易推翻满清，结果军阀割据，所以也就一旦打仗要进行统一的时候，其实手上有军权的人，如果他不够忠诚，不够真正的向心的时候，他其实非常危险的。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一波当中，包括9名的高级将领，33个上将当中，已经有12个上将被清掉了，而且没有补。所以到底会什么样的原因？其实你说是只是反贪腐吗？但是反贪腐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一旦贪腐，是不是表示美国花钱就可以把你买下来了？或者是说你自己为了你的利益，可以在最后一旦在所谓特别是东部战区要打台湾武统的竞争的时候，其他西北、东北的战区，大家就可以纵兵力，一旦乱起来了，特别是如果一旦整个战线，包括像日本。包括美国等等都卷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部分手上有军钱，如果不效忠习近平，不效忠北京中央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大失控，而且还有列强马上就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整个在清洗有关于军中人士，不只是贪腐的问题，所以这里头确实有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2025年的年底前清洗掉那么多12名以上的部分上将的时候，就表示后面的递补大概到2027年之前2年内。因为我们看火箭军的经验，1年内、1年半、2年的话就可以稳定下来。所以现在两岸当中的这个紧张，我们确实要看。我个人是特别觉得，军事人士当中的清洗是指标两岸。我们都知道，今年的部分已经很确定，9月、10月，中国大陆已经是推进两岸所谓推进统一了。这个部分不只是对台湾民众宣说哦，是对14亿民众的同胞也都是讲要推进统一了。所以军事是恰好是一叶知秋。是好，这个尚志哥帮我们点出了从高阶军事将领的人员调动呢，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共在实务规划，尤其是在统一这个议题上呢，现在步伐是迈开了。好，那全球现在再度聚焦台海局势，还有当中的各种政治博弈跟诡局。
中国央视也重提了日本曾经在2021年呢，就针对台海有事，其实就模拟过了3套剧本，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因为首相的一句话呢，又被考古挖出来了，并且上了中国的网络热搜。我们从曝光资料可以看到，这计划的核心呢，大概有分成3个层次啊。第一层就包括了水陆的机动团快速夺取关键岛屿，然后建立前世人的据点。那第2层是大规模的兵力投射，还有最重要的第3层，飞弹的介入等等。好，所以日本台海有事的剧本，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一次，首相在公开的场合从他的嘴里说出这句话，引发了这么大的风波。2个问题想请教这些大使：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是玩真的吗？还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漂亮话？2，就是中共解放军对于这套计划，我们说日本设定的3层计划，有没有什么解放？就是最重要的是加强战备力量。这个事实上，2016年开始，日本就已经在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就是我们讲的琉球群岛，是从最南到最北，全部加强军事的部署。那最南的一个岛就是最近这个小泉啊，他去到的这个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距台湾110公里。那小泉最近就是明白的说明，他说要在这个与那国岛部署034中程防空飞弹。那过去事实上与那国岛，我们得知的消息，它在上面的部署了所谓的这个监侦的设备，也就是侦察观察的侦察的这种雷达设备。是。那飞弹上舰的话，这一次连型号都讲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个034的中程飞弹防卫部署，非中程防卫，它是大概是针对防空的，大概是50公里以外的50公里左右的。那是不是还有更远程的打击量？我们不得而知。可光就这一点，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已经昨天在记者会里面提出关切，说日本在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这个岛屿上部署攻击性的武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举动。那可是这个日本在这些岛屿上有所动作，已经有多年了。只是目前就是说中日关系紧张它这个问题变得更敏感，而且在最敏感的时候日本的国防部新任的国防部的小泉部长还特别跑到与那国。是，你知道与那国离日本是1000里之外，离台湾只有110公里。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这么一个对日本来讲非常的所谓以前我们应该讲说外岛，最偏远的外岛这么重视其实也象征了日本对于这个他的这个琉球群岛这个防卫是多么的重视。包括刚刚讲了，他这个整个的目标其实大部分就是什么战备。你说我们从与那国岛往北走，往北一直看与那国、石环岛、宫古岛、下地岛、那霸岛，再到奄美大岛，它每一个岛现在都在加强军备。军备的方向就是3个，第一个什么？增强驻军，像这个与那国岛以前是没有驻军对现在上一次消息是160人，160人，因为它那个岛很小对，非常小那宫古岛是600人。那宫古岛它的最高的那个山点是500公尺，上面设了一个强力的雷达。那另外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飞弹对空，我们刚刚讲的034是对空，它这个宫古岛很明确，它还有对舰，地对舰，对着海面舰艇打的，两者皆有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我们在石环岛也是一样，都是在这个方面人员装备，然后都是远程打击能力的这个装备上去。那再接下来就是琉球本岛，琉球本岛本来日本驻的这个军队，它是属于旅团级，可是这2年它提升到师团级，那配员额是4000到5000人之间，所以是兵力加重，然后呢这个火力加强，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设施。那在比较靠近这个日本本土奄美大岛它修了很多的机场，因为它土地比较大
而且大部分都是运输机的机场，有3个可以进行运输机的机场。那另外整个来讲的话，日本事实上我们讲2021年的这个计划，它预备在刚刚也讲了，在那个各个岛屿总共设置130个飞弹的仓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人员扩充，然后呢弹药增加，然后呢武器的性能提升，那还有就是它的监察、电战能力电子作战能力、反干扰能力全部都加强。所以呢，这个在这个2次大战以来，过去琉球是属于美国在管辖，现在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攻击前沿了。因为为什么不是攻击前沿，而是防守前沿呢？也有说他要把这个将来的战斧飞弹也放在上面的话，战斧飞弹有的就可以打1000公里以外，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你说琉球群岛有这么的受到威胁吗？好像也没有。所以在他这个在加强，比如说这个与那国石环岛的时候，这上面的军事的整个的部署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的反对。对，因为他们就说，本来我是无武装的，那不会变成军事打击基地。那你现在变成武装了以后，又有远程打击别人的能力的时候，那真正情势紧张的时候，他就可能被打击。所以呢，这个对于与那国岛、对于石环这几个非常靠近台湾这几个岛，他们越离这个日本远，越离这个台湾近的，他们这个老百姓心里面都是蛮抵制的，可是看起来日本加强这个琉球群岛整个的人员的以及装备的人员的部署将被提升，这是一个既定的计划。而且进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了解。好，因为一句台湾有事论，让中美日3方的领袖呢，现在都为此通话。那我们台湾的长官们有什么表态呢？来看到行政院长卓荣泰25日就针对习近平声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的部分，他表示呢，中华民国台湾是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国家，所以没有回归这个选项。纽约时报则分析习近平向川普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述论点就是在中美2战的时候呢，曾经是并肩对抗法西斯主义跟军国主义的伙伴因为日本2战的时候又侵华又偷袭珍珠港嘛，所以是中美2国共同敌人，这个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不该让台湾这个问题来动摇曾经的历史纽带。那习近平试图用2战的叙事来拉拢川普，但后者呢似乎没有要接这个球，没有要去提这件事情，继续维持美方一贯以来对台湾议题上战略模糊的这个立场。那不知道这是2人认知上的差异呢，还是就是一个避讳，我不想跟你主动掉入到你的陷阱里。那乌克兰的结局已经对于大家全世界已经是个血淋淋的案例了。台湾生活在这边2300万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干哥你的看法？所以你看刚才大使所讲的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西南诸岛然后建立飞弹的仓库？然后他一直没有提到海上自卫队。其实海上自卫队未来的动向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要有一个观念，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是全球第4强了。它只是一个自卫队，错了。它的实力超过多少国家？它只输给中国、俄罗斯跟美国而已。它现在是第4强，它随时可以变得更强。海上自卫队就是这么强。好，但是碰到了中国，它就没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不是你可以想象的，连美国都不敢想象。所以高市早苗现在在玩危险的棋。你在接近台湾的这些周边岛屿部署了这样子的武器，甚至你还有什么水陆机动团？水陆机动团就是海军陆战队，这个最敏感。你只要部署了水陆机动团的意思就是什么？你派了最精锐的部队到这些岛屿来，那就是台湾有事，马上就可以动起来。所以水陆机动团绝对不是来玩的，它是很可怕的部队，是日本自卫队里面的精锐。自卫队到现在规模不到15万人，你就派了水陆机动团来，这代表什么意义？就是要干预，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介入，或者马上就能够拒止，这是最大的意义存在这边。所以习近平这次他讲了一句，他既然提到了2战的叙事，对，可是让大家非常感到，因为其实
中国在2次大战的，就是说解放军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他们要强调的对象，因为他们承认是由国府来打这场战争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必须要拿出来，为什么？他说，中美在2战期间并肩抗击法西斯主义跟军国主义，我们应该好好维持着这个几十年来的共同的特性跟成果，所以希望川普能够重视这件事情。那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在就说我们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的时候，台湾光复没有什么活动啊，台湾本身都没有什么活动，大陆那边是大做文章。大做文章是什么意思？就是必须要去回顾历史，知道说台湾是从日本占领底下光复的。那现在中国愿意回到史实来审视这件事情，反而是台湾自己的政府不愿意审视，他们叫做中战，不叫光复。你听得下去吗？所以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说，台湾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没有回归这个选项。对，我们都同意，你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两岸之间难道永远不要谈吗？我想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习近平的态度只会越来越强硬的，而且对美国的施压会越来越巨大。是，好，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看到两岸真的有这个兵戎相见的一天啊，天佑台湾。